哇，刚才什么东西过去了？蛇呀，模仿蛇嘛。哦，已经死去的人物，通过回忆补完之后，至少会让观众慢慢的去理解他的行为动机什么的。但是不修他每次一回忆，他的风评都会掉一波。先发上热搜。平息的画面，梦回第一集，再放送，半个总集篇嘛，我说半个一整个总集篇。主要还是为了7月25号剧场版。是的，对。刚才他今面说那个是第1集副标题的备选来的，我捡到的是假面骑士，这次还是用上了。对呀。你们注意一下，他今面的那个声线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已经变成压工嗓了，长大了一点，而且长高了。演员妈妈发了推文说，距离第1集拍摄高了11厘米，是演员他自己的妈妈，还不是剧里面那个妈妈。就等一下看他和知恋一和一走近，你会发现，诶，确实高。这么一说，我感觉知念一和也长高了一点。他多少岁？20出头好像。05年的，他比悠扬还小一点。就年龄确认可以直接买酒了，杯可以啊。不知道他妈有没有跟哈基妹说过之前自己在网上给假面骑士变兔那个事情？是有的吧？感觉不会说，我也感觉不会讲。不过他妈妈当时那段确实挺暖心的，真的很意外，就是他会抠那段字。真好，真好。还有个小布丁哦。为什么布丁也在这？那个是深耕产的布丁。对，反正今年的宝藏是深得我心的，至少以往我是不会去收结实的小道具的，嘎普是第一次。我今年收太多了。无声我没收。啊，好久不见的薯片。potato chip 食べたい。棉花糖，棉花糖上次出现是什么时候我都忘了。我也忘了。是在上次。忘了。所以你说柴崎有没有真东西？人家知道搞出了临时空间，是不是？人家终极篇都能够放这些画面，临时空间是真的，懂吧？就是柴崎贵行的好活。好活吗？对啊，好活啊，有问题吗？挺好。なんで仮面ライダーって呼ばれてるの？俺がつけたわけじゃなくて、仮面をつけてバイクみたいなのに乗ってるから誰かが読み始めた。所以不是哈基面取的。对。じゃあこれで送ってくよ。也算是跟第1集的一个 callback 吗？第1集是开着这个摩托离开。对，去找新天地嘛，但是这是送你回去。我以为深圳要把摩托车送他。未成年呐。また会えるよね。其实挺好的。对啊，我觉得挺感动的这一幕。毕竟40来集就也感受一下角色的那个成长嘛，通过哈基妹。啊，是的。ストマック社からの説明ファイルはこれか？グラニュード界に夢と美味しさを届けるストマック社。創始者はゾンブストマック。ゾンブは弟とみんなが喜ぶお菓子を作ろうと小さなワゴンの店から菓子屋を始めました。这种有必要介绍吗？企业文化可以。OK。ストマック社は飛躍的企に事業业文化を広げていったのです。2代目社長ブーシュストマック。堅実で安定した経営を進めました。3代目社長也是3代一对比，显得拉狗那个频道好看。他们还好吧？お菓子は市民のかけがえのないものとなっていったのです。これじゃねえ。バイト用の説明ファイルはこっちか。アルバイト各位に最重要事項を伝達する。研究開発部門のイエルブストマックだ。アルバイトの君たちを脅かす。这样子连起来了。ブラムは本物のグラニュート。轰击令。人間界のプリンというものに似た姿をしている。いいデザインだ。还自吹自擂啊！做完意是我造的哦。他没有明说。隐身结束就会力量耗尽嘛？那我不结束不就好了吗？我一直隐身。没有，因为他那个设定里面用那个能力是要把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就像憋气一样，你不能够一直憋的嘛，对吧？啊。对，而且邪恶红复合。遇到黄色闪光可以直接逃跑，是不是？紫色闪光。对。高美流。他妈高美流死的次数跟狗头人出现的次数差不多，感觉。3大转场动画。大丈夫か？大丈夫。真没劲了，上次被打成这样。上次不是说不是很了解。僕は知らない。僕はもともと市民の間で評判の悪いやつなんだ。
只会讨好有钱人，那咋资本家的走狗。おそらくもうすぐ大統領の選挙戦がある。あいつは富裕層を取り込むために闇が勝利をするつもりなんだろう。それであの大量失踪か。大量失踪事件の3万人。警察では調べている。寝る。今度石でも持ってきてやるよ。うまいやつ持ってこいよ。そんなのわかんない。尝一尝不就知道了。但是不听不行吗？对啊，太抠了。ストマック社屋を建設した。うちで独占していたのに大統領に知られてしまった。誰が作ったのか、どういったテクノロジーなのか解明されていない。ほとんどの扉は人間界に繋がっているけど、別の世界に繋がる扉があるのかもね。哦，就这样子连到剧场版。原来如此。所以深圳会不会是打完总统回人间界的时候走错门了呀？对，是沙滩人猎人，快跑！哦，可以，哦，这个巷战拍的挺好的，长弓一般不适合巷战，但他用的这么，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对。我的来，经典蛇升天，太赚了。刚才看什么东西过去了？蛇呀，模仿蛇嘛。哦。跳，走了吗？跳。哎呀，打死了你！通过死人的视角去回顾总集篇，我觉得有点搞。快速的过一下，不要等到剧场版。有人问这个是谁啊？在电影院里。这一集为剧场版服务的功能性是更大的。都有吧。蓝哥尼桑，我他妈下来了，没看到女人啊！你在哪？在哪儿啊？没事，过了几集蓝哥尼桑就来陪他了。希望大结局大伙齐齐整整的，好吧 ？OK。最小的那个弟弟就不用了。全部藏这儿是吧？有一说一，确实不是一个好家长，还真是。哎呀。啊！毒死了！蓝哥，这个寄养的不会要把我以后要继承的家产全败光吧？这可不行啊！是我紫色反光一角。哦，胜利宣言，拉斯波说话就是有底气了。哟，捡了个好东西。哦，就是这样子下一下这个宝藏，然后他就带去万事屋了。走，带我去。对，所以他就说没空跟班人打架嘛。是啊，都是泡泡，跟在奇幻世界一样。ミッション、新商品開発だ。社内コンテ勝ち取ろうね。ね。这个世界线的 Lucky 是索马克加马仔来的。哦。为什么这么像丁真呐？丁真嘛。谁改？这个真的是世界3本世界，这个都是唱 OP 的那个团的成员了。芬达的当时那2个主唱好像没来吧？哦。ちょっと遊んじゃうかな。ラキアの本当の姿です。闇菓子作りも人間界への侵略も君の権力で。他这样说真的感觉有点像是让他去竞选总统，对不对？对啊。能看到这的，相信都不是浅层的特色受众了。小团体好好守着你的点赞支持，这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另外，本周还会再更新多2个视频，敬请期待，爱你们！下一集的预告是这样子的哈，信果自从见到拉基亚的沙滩形态后，心中便萌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感到焦躁不安。他前往因博卡的袭击而负伤的拉基亚身边，第一次向他袒露了内心的真实想法。与此同时，尼耶鲁布跟着某只宝藏来到了快乐调色，面对突然造访的尼耶鲁布，刚工作完回到快乐调色的僧真立刻戒备了起来，而尼耶鲁布却向他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提案。被尼耶鲁布逼迫做出选择的僧真独自陷入苦恼。而就在这时，李泽鲁又一次引发了骚动，伴随着涌上心头的怒火，僧真被迫做出重大的抉择。我先讲一下前半段预告提到那个问题啊，节目组想通过拉基亚和信果聊些什么话题呢？信果能不能真正意义上接纳拉基亚？也有可能拉基亚会为此向信果坦白自己曾经是销冠的事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信果觉得拉基亚暴露真身后一直躲着自己，所以主动找了过去想要开导拉基亚。而且这2集又很刻意的让信果跟拉基亚没有碰上面，包括我上集为什么会吐槽拉基亚不在快乐调色，说白了就是为了避嫌去引这条线。虽然这个话题
题在我看来是属于可讲可不讲的。大家为深圳和尼耶鲁布会面腾出空间嘛，通过这起事件把两拨人隔开也不是不行。顺便再给各位说一下，下集的标题是 OP 的第2句歌词啊，不会再让任何人夺走，跟这一集的标题是呼应的嘛。然后下集剧情相关的一个提问是：深圳接受尼耶鲁布提案的条件是什么？恢复进沙滩界的权限吗？还是怎样？不要再做黑暗零食可以吗？把人放了之类的吗？把3万人给我放了。对啊，或者最好的一个条件就是永久关闭进入人类界的入口，切断2个世界的联系，就是最好的。直接把你的路给堵死了，更加就不用提什么做不做黑暗零食了，是不是？问题是尼耶鲁布也只是嘴上答应而已，无论深圳做什么都好。对啊。我知道当时那傻逼又要怎么去喷了，明眼人都知道他肯定是骗人的，你怎么这么蠢啊？为什么你不相信他呀？别说，沙滩界把总统给干掉，这是当下最好的选择，但别有用心的人去利用这个事情，那没办法呀。明知是陷阱都要跳的，那不就是尼耶鲁布玩了一手妖魔吗？就一句话，不跟我合作，你就不打总统了吗？对啊，为什么尼耶鲁布那么自信？因为他知道只要提这个条件，深圳肯定会答应的，不把总统给干掉，这就是个死局。对，就你把总统干掉之后，后面我斯托马克家再壮大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是的。官网小作文我念一小段吧，好不好？或许还有观众会对西塔和格罗塔再度登场感到惊讶，这或许也算是种罕见的处理方式，通过走马灯的形式回顾战斗。副标题耀眼夺目不复返的瞬间也暗含了这层意味。想到作为假面骑士敌人的斯托马克兄弟姐妹们，其实也各自怀抱着信念战斗，不加人有些感伤。白色羽毛中缓缓倒下，是3元监督的刻意演出。至于为什么是羽毛，大家不妨猜猜看。我觉得可能是暗示天国吧，那种感觉。为什么不去下地狱？其实就是很直观的表达死了。值得一提的是，格罗塔的退场回是中泽组负责的第40话，当时拍摄时并没有计划让他再度登场，而能再次参与3元组拍摄的千岁女士，对于与3元监督的重逢感到无比欣喜。其实从这一小段文字，包括我上期扯初期节目组并没有考虑过大总统会来人间界视察的可能性，这点都能够 get 到。节目组今年规划故事线更多也是见一步走一步的样子，因此会有观众去诟病被抓了3万人这个问题，我是能够理解的。他虽然这么拍了出来，但有些问题确实也没想太深入讨论。你他妈说了3万人失踪，3万这个数字就想体现这个事件有多严重，结果这个事件的影响没有写出来。它是一个问题，但是不至于上升到这种程度。对，我只能说嘎普到后期的处理有点拖，但是他的问题没有说大到要被疯狂的喷。那肯定的，上纲上线太严重了。包括我也不太理解有些人去诟病香川纯子，说白了很多观众压根都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一档节目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比方说某集需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通常是制片人、监督、编剧一堆人头脑风暴过后，把要点提取出来，整出了个大纲，这样编剧完成剧本的，并不是说香川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的。一个节目能摆上电视是有很多方去协调达成的，而不是说编剧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除非是你整个制作组已经摆烂了，编剧一个人自由发挥，那确实该怪他。对啊。本周 X 特色相关的热搜词条前30位分别是：第1名果酒甲，第2名卡梅拉的 Gabu， 第8名 Web Buster。我们都被误导了 ，Web Buster 原来不是 Blue Buster 变的，是那个鸡哥。鸡哥。不过我还是得给各位说一下哈，鸡哥的皮套原型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家养鸡，是雉跟鸡不是同一个亚种的，不是昆。话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找鸡哥来客串 Web Buster 吗 ？Web Buster 怕雉啊。对，所以让鸡哥过来卖炸鸡嘛。其次，鸡哥戴眼镜，东 Brother 的特色之一也是眼镜。Gold Buster 变声器就是手镯眼镜。对，就这样串联起来了。第10名尼耶鲁布，第11名南国尼莎。顺着这2个词条，我再补充几句。就虽然剧里面也多少有点暗示成分在，但目前为止我还是猜不太透尼耶鲁布想做掉总统的目的是什么。单纯是因为在总统手底下干活，束手束脚的不够爽吗？这也不至于到干掉总统的程度吧。因此我目前还是倾向于二哥跟大哥私底下早就串通一气在做局，不然真的太巧了，就各种蝴蝶效应叠加过后，总统总算死了，烂果突然成了最大受益者，就纯躺赢啊！不能这样子推进剧情吧？那不然烂果这集干嘛还说自己会结束一切，完全没说服力啊！但是最好还能让烂果过来给总统补个尾刀之类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斯托马克家绝境翻盘，甚至实现最终目标才做的局，这种路线就挺有意思的嘛。具体是不是我们就拭目以待咯。第13名 Shoma， 第15名 Super Shinken Ledo， 第17名发卡图鲁萨马，第18名 No One， 第23名声音变化，第26名字眼赏。
第27名不修哈，这是顺着念排名，也是为了把老爹的问题放到最后讨论。我这里先把后几位念完，再要回来。第28名 Blue Basta， 第29名节约 No One， 第30名 Kichi Brother。不修那个问题，我边念推文边聊吧。不修明明没有经营才能，却把公司搞垮了，把点心材料当成妻子，搞得家庭和公司一团糟。这家伙难道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吗？他就是个背景板角色啊，他的死比他这一辈子都重要。不修不仅绑架监禁了美之流赏，分裂了斯托马克家族，还完全没有经营才能，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老爹。被骂成这样，真是一点都不冤。从任何人的视角，他都不是好东西。有没有可能不修把这2个人他妈放回去，然后好好的经营自己家庭？这对母子根本不会受到这么多苦，这些苦难是谁带来的？拯救队友于水深火热之中，你不要问为什么水深火热。你想，按理来说已经死去的人物，通过回忆补完之后，至少会让观众慢慢的去理解他的行为动机什么的。但是不修他每次一回忆，他的风评都会掉一波，先骂上热搜。还有就是我大概理解了为什么必须要让不修被烂狗毒杀，因为他如果是自然老死的话，不可能不会给深圳两母子找好后路的嘛。对啊，但是他10几年都贵族安排，毕竟是自己的妻儿，不修应该也是放不下这份情，才会把他们留在身边的，想亲眼看到孩子长大，这也是一种既要又要的表现。所以我来说这个人物很矛盾嘛。虽然我绝对没有要为不修的所作所为洗白的意思，但从烂狗立场的角度来看，不修在黑暗零食的产销经营上无能，说不定他只是抱着把人类这种生物抓来当食材是不是不太对的想法吧，所以在经营上才显得消极保守呢。说不定不修一直想做的并不是黑暗零食，而是普通的点心呢。其实我也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然他的行为逻辑真的太诡异了。而关于他为什么掌权之后却没想着直接停掉黑暗零食的业务，我其实也脑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上任的时候他的老爹还活着，对，还有上一辈的人盯着你，所以不得不去搞黑暗零食，只能说他消极怠工。所以我希望后面真的再给多一波更完整的记忆，不管这个记忆是出自于深圳还是出自于烂狗，比如说在他临死前还恳求过烂狗放过深圳母子，这个也是我会比较期待的部分。其实按理来说应该是要补完的，毕竟烂狗跟深圳后续还要对峙，就拭目以待咯。其他服务上前的观众还请尽挑转，多看小的 reaction， 这样啦。